深吸一口气，目光直视镜头。你知道吗？当我第一次听说全球每年有 4% 的奶酪不翼而飞的时候，眼前突然浮现出童年厨房的午后，母亲总会把刚买的奶酪藏在冰箱最深处，可第二天打开时总发现被谁偷偷切走一块。那时的我总以为这是世界上最神秘的悬案，直到今天才知道，原来全世界有无数双手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在生活的夹缝里偷取属于自己的一口香甜，双手比划出奶酪的形状。这些被盗的奶酪，就像我们生命中那些被偷走的可能性。有人偷走你的创意，说是集体智慧；有人剽窃你的努力，说是行业惯例。甚至我们自己也会在深夜里偷走明天的勇气，告诉自己等准备好了再出发。可你发现没有，即便每年有成千上万吨奶酪被盗，人们依然前赴后继地生产着，创造着，改良着。意大利帕尔马的老匠人会在奶酪轮上刻家族徽章，瑞士的芝士工坊至今保留着凌晨4点搅拌凝乳的传统。他们难道不知道防盗吗？不，他们只是更相信创造的力量能超越失去的恐惧。突然伸手从口袋掏出一块奶酪，看，这是我今早刚买的布里奶酪。此刻它可能正在被某个数据统计着，但真正让我震撼的是这个数字背后的隐喻。当某种事物值得被千万人冒险窃取，恰恰证明它蕴含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就像那些总被模仿的创业者，总被抄袭的创作者，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在重新定义行业的可能性。法国有句谚语说，偷来的面包更香甜。我倒觉得恰恰相反，是面包本身的香气引诱着人们跨越界限，转身走向料理台，开始切奶酪。记得3年前拜访荷兰豪达的奶酪市场，76岁的主理人指着仓库防盗系统对我说，年轻人，真正的防盗秘诀在这里。他掀开的不是保险柜，而是一本泛黄的配方手册，那些凝结着4代人智慧的菌种培育记录、温湿度控制心得，才是让窃贼即便偷走奶酪也偷不走风味的终极壁垒。这让我想起故宫文物修复师们常说的那句话，最好的保护不是严防死守，而是让自己成为不可复制的存在。将奶酪摆盘，刀尖轻敲瓷碟，每一道偷窃留下的缺口，都在倒逼着匠人们创造更完美的圆弧。就像被偷最多的车厘子催生了果肉硬度监测技术，被盗率惊人的松露推动了 GPS 追踪种植法。当英国乳业协会开始用区块链技术追溯每块窃打奶酪的旅程时，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所有被偷走的，最终都转化成了进步的养料。那些觊觎者的存在，何尝不是最严苛的质量监督员？举起一块奶酪对着灯光，看这些细密的气孔，像不像我们跌跌撞撞的人生？有人统计过，一块标准的高达奶酪在盐水池浸泡3天，翻转112次才能形成完美质地。这多像那些总被窃取成果却依然坚持输出价值的人，每次剽窃都在为他们的原创性加冕，每次盗用都在为他们的独特性背书。你知道吗？全球奶酪盗窃地图显示，失窃率最高的区域往往也是米其林餐厅最密集的地带。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讽刺吗？突然将奶酪放入口中咀嚼，就是这个味道，带着微微的苦涩，却在回味里绽放出绵长的奶香。这让我想起去年采访过的西西里牧羊人，他的佩克里诺奶酪连续7年被盗，却在第8年收到了匿名寄回的获奖证书。
原来某个偷奶酪的少年因为这份美味走上了美食评论家的道路。你看，有时候被偷走的东西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塑世界的味觉版图。擦擦手指，眼神变得坚定。所以当下次听说你的创意被挪用，努力被忽视，成果被窃取时，记住冰箱深处那块永远在减少的奶酪。真正的美味从不怕被分享，卓越的价值永远在吸引追随。就像那些被盗的奶酪最终都化作了食客眼里的星光，你正在创造的东西也终将在某个意想不到的角落点亮某人生命中的味觉革命。现在不要和我打个赌，看看明年此时，是你的成果被盗次数多，还是你收获的致敬者更多？眨眼微笑，画面渐暗。